我们常常好奇，有没有那样一些食物，体积小小，却蕴藏惊人的养分？答案是肯定的。今天我们就一同揭开10种世界公认的超级食物的神秘面纱。这些食物不仅美味可口，还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古代传说到现代科学，都证明了它们的非凡价值。让我们从绿叶菜之王开始讲起。菠菜。在古老的东方，有一种绿叶菜被誉为波斯菜，因为它起源于古波斯。早在唐朝时期，这种蔬菜经由尼泊尔传入中国，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波斯绿，足见它初来乍到时的异域身份。菠菜不仅来头不小，很快也赢得了中外医学家的青睐。10世纪时，著名医学家拉齐就详细记录了菠菜的食疗价值。12世纪的西班牙阿拉伯农业学家甚至尊称它为蔬菜之王。菠菜之所以能享有盛誉，离不开其卓越的营养价值。一杯生菠菜所含的热量不到7卡，却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A 的含量非常突出。前者有助于强健骨骼并促进血液凝固，后者则维护着我们的视力和免疫系统。此外，菠菜还提供维生素 C、叶酸、铁、镁和钙等营养元素，可谓小小一片叶子浓缩了大自然的精华。然而在现代，菠菜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力量之源，还要归功于一个卡通水手。20世纪30年代，美国漫画角色大力水手补派，每当危急关头就猛吞，一听菠菜，瞬间肌肉暴涨，战胜强敌。这个夸张的情节其实大有来头。据统计，补派登场后短短几年，美国菠菜消费量提高了30%，菠菜从此与活力和力量画上了等号。虽然后来人们发现当初宣传菠菜富含铁有些夸大其词，但这并不妨碍菠菜成为营养代名词。毕竟科学证实菠菜确实名副其实，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惊人的养分含量，它当之无愧是最营养的食物之一。蓝莓。北美洲原住民流传着一个关于蓝莓的神话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一场可怕的饥荒让部族的孩子们挨饿，族中的长老仰望夜空，祈求神明的怜悯。忽然，天上降下满天繁星般的浆果，落入大地。这种果实的萼端呈现五角星形，因此原住民称它为星莓，相信这是大神送来的礼物，解救他们于饥荒之中。这个神奇的果实正是蓝莓。后来，美洲原住民还将蓝莓赠予初到北美的欧洲移民，帮助他们度过严冬。据说，第一批感恩节的餐桌上就出现了用蓝莓烹制的传统布丁，为饱受旅途之苦的清教徒们提供了宝贵的维生素和能量。蓝莓不仅在传说中救人于危难，在现代营养学中也被誉为抗氧化之王。蓝紫色的果皮中富含花青素，这是一类强效抗氧化物质，赋予蓝莓鲜艳颜色的同时，也赋予它惊人的保健威力。研究表明，蓝莓中的花青素有助于对抗多种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甚至癌症。经常食用蓝莓的人群，其心脏健康指标和认知功能往往更加出色。这些小小的浆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K 和膳食纤维，对免疫系统和骨骼健康也有益处。想象一下，一颗小小的蓝莓，从传说中的救星到餐桌上的超级食物，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从饥荒年代拯救孩童的故事，到现代科学验证的健康功效，蓝莓无疑当得起全球最营养食物之一的美名。三文鱼、鲑鱼。在极地冰原之上，因纽特人的餐桌上常年摆着新鲜的鱼肉。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注意到这些依赖海洋猎物为生的格陵兰因纽特人，心脏病发病率远低于西方人。这一发现令医学界震惊，各界纷纷猜想高脂饮食的因纽特人是否拥有长寿秘诀。深入研究后才明白，他们的秘密正藏在肥美的鱼油中。深海鱼类富含 Omega-3 脂肪酸，这是一种对心血管极为有益的多不饱和脂肪，可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炎症，保护心脏健康。从此，鱼肉尤其是脂肪丰富的三文鱼、沙丁鱼等被营养学家奉为护心美食。现代医学已经充分肯定了吃鱼的好处。美国心脏协会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鱼，
最好是鲑鱼、青鱼、沙丁鱼等富含油脂的鱼类。与红肉相比，鱼肉蛋白质高而饱和脂肪低，还提供宝贵的 Omega-3 脂肪酸，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除了保护心脏，大脑也从中受益。Omega-3 被誉为大脑的食粮，对记忆力和认知功能有正面影响，因此常吃三文鱼的人往往被认为更聪明，这并非迷信。说到三文鱼的美味和营养，人类早有共识，从北欧到东亚，各大渔业民族都把肥美的鲑鱼视作馈赠生命的宝藏。日本北海道的传统饮食中，秋季捕获的鲜鲑鱼被称为鲑，家家户户用来制成美味的食寿锅。北欧沿海地区的人们则习惯用烟熏三文鱼搭配黑面包，补充日照稀少地区所缺乏的维生素 D。无论烹调方式如何，共通的一点是，三文鱼提供了大自然最优质的蛋白和脂肪酸。这种橙红色的鱼肉不仅满足味蕾，更以科学的名义呵护着我们的健康。鸡蛋，一颗小小的鸡蛋孕育着新的生命，也浓缩了惊人的营养。人类饲养家禽取卵已有数千年历史，鸡蛋也因此成为许多文化中生命的象征。无论是西方复活节彩蛋，还是中国满月宴上的红鸡蛋，都寄托着对新生的祝福。营养学上，鸡蛋更是被誉为天然的营养丸，它所含的蛋白质质量极高，氨基酸配比几乎完美，是人体理想的建筑材料。此外，蛋黄中富含胆碱，有助于大脑发育和神经健康，并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能够保护视力。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硒等微量元素在鸡蛋中也不缺席，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而，鸡蛋曾一度背负不健康的骂名，因为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较高，每个蛋黄约含有200毫克胆固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担心吃鸡蛋会导致血胆固醇升高，引发心脏病。为此，不少人忍痛割爱，拒绝美味的煎蛋和茶叶蛋。所幸后来医学研究推翻了这一误解。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并不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原来，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的影响远不如饮食中脂肪的类型，而鸡蛋中的脂肪总量并不高，大约5克，而且大部分是对心脏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今天，鸡蛋重新登上营养舞台，成为均衡膳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每周适量摄入鸡蛋不仅无碍健康，还是获取优质蛋白和多种营养素的简便途径。正如营养学家们所说，鸡蛋不是完美的食物，但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食物。适量享用鸡蛋，我们既能满足味蕾，也能为身体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酸奶、优格，从人类开始驯养牲畜，就学会了将鲜奶变为酸奶的智慧。据说几千年前，游牧民族将山羊奶装入皮囊长途跋涉，烈日炙烤下，奶液自然发酵变酸，却意外地延长了保存时间，也创造出独特的风味。这种浓稠发酵乳制品就是酸奶。古人或许不知道其中的科学奥秘，但他们早已发现常喝酸奶有益健康。奥斯曼土耳其人把酸奶视为军中圣品，蒙古大军远征时也随身携带发酵奶干粮，以强身健胃。酸奶真正走上现代营养学舞台，要归功于一位俄国科学家伊利梅奇·尼科夫。他在2008年提出一个大胆假说：保加利亚山区的100岁老人众多，秘密就在于他们每天都喝自制的酸奶。他认为酸奶中的好细菌能够抑制肠道腐败菌，从而延缓衰老。这一观点当时引起轰动，欧洲媒体纷纷用夸张的标题报道酸奶的功效，声称长寿灵药已经找到，鼓动大众赶快去喝酸牛奶。一时间，富人们争相把发酵乳饮品端上餐桌，酸奶从乡野食品摇身变成风靡世界的健康潮流。现代科学证实了梅奇尼科夫的部分见解，酸奶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钙质，有助于强健骨骼和肌肉。更独特的是其中的益生菌，这些活的乳酸菌定植于肠道，能够帮助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提升免疫力。经常适量食用酸奶被认为可以减少肠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对提升消化功能和全身抵抗力都有益处。难怪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发酵乳制品列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一杯小小的酸奶
连接着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传承，也为我们的饮食增添了一份清新与健康。西兰花，花椰菜。有些人一听到西兰花这个名字就皱起眉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甚至在1990年公开表示自己讨厌西兰花，并下令禁止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提供这种蔬菜。他还打趣道，自己当了总统就再也不用吃西兰花了。可见这种长得像迷你树冠的蔬菜常常被挑食者嫌弃。然而营养学家的忠告恰恰相反，越是不爱吃西兰花的人越可能错过健康良机。西兰花属于十字花科蔬菜和卷心菜，花菜是近亲。别看它清脆的绿色茎花毫不起眼，实际上每一朵西兰花小花球都蕴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每100克煮熟的西兰花仅含大约30千卡热量，却提供了每日所需维生素 K 的几乎全额，以及高达80毫克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对于骨骼健康和血液凝固至关重要，维生素 C 则是强抗氧化剂，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和促进胶原蛋白生成。更令人称道的是，西兰花还含有独特的植物化合物，如吲哚和异硫氰酸酯类物质。研究发现，这些成分可以在细胞层面上对抗癌变过程，减少 DNA 受损，并帮助体内酵素清除致癌物质。虽然这些抗癌功效在人体中的证据尚不完全一致，但多吃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与更低的某些癌症发生率呈相关趋势。从营养角度来说，西兰花当之无愧是蔬菜王国的明星。它低热量、高纤维，既能提供饱腹感，又有助于控制体重。它还含有叶酸、钾和多种微量元素，全面呵护人体健康。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西兰花都有一席之地。无论是清炒、蒸食，还是做成浓汤，都能最大程度保留其营养。不妨听取营养学家的建议，像喜爱它的人那样，用欣赏的目光重新打量这株小绿树。或许下次再见到西兰花，你也会愿意多夹一筷子，因为你知道，在这不起眼的绿树冠里，藏着满满的健康密码。大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蒜一直扮演着食物与药物双重角色。古埃及人将其称为恶臭的玫瑰。据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记载，吉萨金字塔的基石上刻着当年为建筑工人提供的大蒜、洋葱和萝卜等食物清单。可以想见，4000多年前，埃及劳工们就靠嚼食大蒜来增强体力，抵御疾病。中国古代医书《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大蒜能够通利脏腑、祛风解毒等多种功效。至于欧洲民间传说，更是赋予了大蒜驱魔辟邪的神奇色彩。传说中，吸血鬼最畏惧大蒜的气味，因此在中世纪瘟疫横行时，许多医生和修道士都会佩戴含有大蒜的香囊，希望借其抗毒杀菌的功效保护自己。现代科学部分证实了古人的直觉，每一瓣大蒜都富含蒜素，这种成分在大蒜被切碎压榨时产生，具有天然的抗菌和抗真菌作用。早在16世纪，人们就已经懂得用大蒜来治疗感染，如同天然抗生素一般。最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大蒜中的活性成分有助于降低血压，改善胆固醇水平，从而对心脏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大蒜和洋葱等百合科蔬菜中所含的含硫化合物还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抗癌潜力。有综述研究指出，经常食用这些蔬菜的人群，某些癌症的发生风险较低。当然，大蒜最直接的魅力还在于它那独特辛辣的风味。在全世界各地的美食文化中，大蒜都是不可或缺的调味明星。无论是中国菜锅中的炝锅爆香，还是意大利面酱里的蒜泥，亦或中东烤肉串上的蒜味酸奶酱，大蒜总能将平凡的菜肴点石成金。而这一份辛香，也恰恰是大蒜发挥药效的信号。所以，下次当你切开一瓣蒜，闻到那扑鼻的辣香时，不妨想到，这股刺鼻的气味曾经保护了无数代人的健康，也正默默守护着我们的餐桌。杏仁，想象一下，您手中美味可口的杏仁，曾经却是剧毒无比的夺命果。野生苦杏仁中富含苦味的氰苷化合物，吃上5-60颗就足以让成人丧命，更少的剂量就能毒死小孩。相传数千年前，
中东地区的先民在采集野生坚果时，偶然发现一棵杏树结出的种子没有苦味，吃了也无恙。这其实是一株发生了基因突变的杏树，失去了产生氰化物的能力。从那刻起，人类抓住了这种甜杏仁的馈赠，通过不断栽培筛选，逐渐驯化出了如今安全可口的甜杏仁。考古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杏仁就已经作为作物被大规模种植。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那个神奇的变异，也许我们今天就无缘享用这项美味又健康的零食。杏仁之所以被奉为坚果之王，不仅因为它口感香脆，更因为其营养成分的傲人表现。杏仁富含有益心脏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膳食纤维和镁等矿物质。每天一把杏仁能提供6克蛋白质和3克纤维，以及相当可观的抗氧化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对维护皮肤和神经健康大有裨益。研究表明，经常食用坚果包括杏仁的人群，体内的坏胆固醇水平往往更低，心血管炎症指标也有所改善。杏仁中的植物固醇能够阻碍胆固醇在肠道吸收，其丰富的优质脂肪则有助于优化血脂结构。正因如此，吃坚果与降低心脏病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适量以杏仁替代部分精致碳水化合物或不健康零食，被视为饮食中有益的改变。除了营养优势，杏仁自古以来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寓意。在古波斯婚礼上，新人要分享蜜糖浸泡的杏仁，象征婚姻的甜美与苦涩。在中国，杏仁被入药并融入饮食，如杏仁茶、杏仁豆腐等，既取其滋补，又赏其清香。一枚小小的杏仁从野生走向驯化，凝聚了人类智慧与自然馈赠。如今，我们品尝每一颗香脆的杏仁，都在重温这段点石成金的驯化传奇，以及它背后那份对健康的承诺。红薯在人类对抗饥饿的历史上，有一种作物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就是红薯。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块根植物16世纪末传入东亚，迅速成为救济荒年的救命粮。明朝万历年间，中国东南沿海发生饥荒，一位福建的商人从吕宋引进了红薯作为替代粮食。由于红薯耐贫瘠、易种植、高产量，很快在中国南方广泛推广，帮助无数百姓度过粮荒。在日本，红薯又称甘薯，也在江户时代被大力种植，作为水稻欠收时防止饥荒的救命作物。可以说，红薯在东亚获得了穷人的恩物这一美誉，并在后世饮食文化中扎下了根。营养学上，红薯以其丰富的胡萝卜素和高纤维著称。一根中等大小的红薯所含的维生素 A 超过了成人每日所需量，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6 的含量也约占每日需求的1/4。此外，它还提供约12%的日需钾元素，以及抗氧化作用显著的花青素。红薯的升糖指数较低，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平稳血糖，这使得它成为糖尿病人适量食用时的友好主食选择。现代研究也发现，红薯中包含的多酚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对预防某些慢性疾病有益。红薯的美味同样深入人心，从烤红薯那诱人的香甜气味，到红薯粥、红薯干、红薯叶菜等多样吃法，人们从中获得的不仅是饱腹和营养，更有一种平凡朴实的满足感。如今，当我们品尝一道红薯料理时，也是在回味这段平凡作物扭转饥荒命运的历史。红薯那橙黄色的柔软薯肉里，蕴藏的不仅是甘甜，还有人类顽强生存与智慧适应的动人故事。藜麦在人们的印象中，主食往往是米面等普通谷物，然而有一种来自安第斯高原的种子，却凭借超群的营养价值，被誉为粮食中的黄金。这种植物就是藜麦。数千年前，南美的印加文明就开始种植藜麦，并尊称其为粮食之母，将它视为赐予人民的珍贵礼物。藜麦并非真正的谷物，而是一种藜科植物的种子，但烹煮后口感松软，风味类似谷物，在传统上用来替代玉米和马铃薯充饥。相传当年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印加帝国时，曾试图禁止当地人种植藜麦，以削弱土著的体质，可见藜麦在印第安人心中的重要地位。藜麦在21世纪迎来了全球瞩目。2013年，
联合国宣布这一年为国际藜麦年，以表彰这种作物在粮食安全中的潜力。美国宇航局也进行了藜麦在密闭生态系统中种植的实验，认为藜麦富含蛋白质和矿物质，适合作为太空长期任务中宇航员的食物。究其原因，藜麦实在是营养学上的一个奇迹，它所含的蛋白质不仅含量高，而且是植物界少有的完全蛋白来源，包含了人体所需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一杯煮熟的藜麦提供约8克优质蛋白和5克膳食纤维，同时富含镁、钾、磷、铁、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素，却不含麸质。对于需要无麸质饮食的人来说，藜麦是理想的主食替代品。今天，藜麦的种植已走出南美，推广到世界各地。从沙拉碗到能量棒，藜麦频频出现在现代人的餐桌。它的流行不仅因为口感独特，更因为在应对未来粮食危机和提升人类营养方面，藜麦展示出了非凡的价值。联合国粮农组织称藜麦是古老而新生的希望之粮。当我们品尝这一小颗谷粒的时候，也在分享着跨越时空的生命能量和智慧结晶。纵观这10种公认的营养食物，它们有的平凡朴实，有的来自远方，但无一不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健康宝库。这些食物背后的故事，折射出人类与食物相伴相生的历史，也印证了现代科学对传统智慧的肯定。当然，再神奇的食物也无法包办我们所需的全部营养，均衡多样的饮食才是健康的基石。但当我们理解了这些超级食物的价值，在日常餐桌上多给它们留一个位置，就是在为自己的身体储蓄未来的健康资本。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让美味与营养相伴，与健康同行。